哈马斯说这一次的攻击叫做阿克萨洪水行动，美国国会现在正在吵架，新的钱也拨不下来，美国寄放在以色列这些军火呢就被都调走了。这赎罪日的哈马斯就发动了攻击，叫做第二次赎罪日战争嘛。2015年开始呢，美国就把哈马斯定义成为恐怖组织啊，但是哈马斯始终给自己的定义是巴勒斯坦的合法政府。哈马斯背后的主要支持者其实并不是沙烏地阿拉伯，其实是伊朗。MBS 开始跟以色列谈这个和谈进程哦，但是美国又在战略后撤啊，又要打俄乌战争啊，就只能更加的倚重以色列啊。纳坦雅胡他飘了，所有的巴勒斯坦土地都划归到以色列的名下，甚至连叙利亚的戈兰高地都划进去。那这个也就给了哈马斯一个非常重要的借口，因为哈马斯本来就已经在担心了，沙烏地阿拉伯真的跟以色列和谈，那我岂不完蛋？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哈马斯说这一次的攻击叫做阿克萨洪水行动。首先呢，这一段时间啊，因为沙烏地阿拉伯现在的王储叫 MBS 嘛，叫做小萨勒曼，他爸爸叫老萨勒曼，因为阿拉伯人是父子联名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叫他小萨勒曼。沙烏地阿拉伯作为阿拉伯人的领袖啊，那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但是阿拉伯要发展，绝对不是只是单纯的继续用传统的宗教、用传统的什么民族领袖能够的，还是要实打实的吧？那全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很白目的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角落，叫做中国啊，不小心呢就变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变成所谓的 Global South 南方国家发展的典范。而它发展典范是什么呢？很简单，以和为贵，和气生财。沙烏地阿拉伯不缺钱，但是问题是缺发展啊！有钱但没有发展，就是坐在一堆石油上的穷光蛋。他的野心是什么？他希望让沙烏地阿拉伯可以发展的非常的好。那这怎么办呢？那总是要有一些做法吧。好，那就搞和解策略。和解策略呢怎么做呢？很简单，第一个，他就想办法找一个有力的调停人。那这个有力的调停人是谁呢？不小心就住在了北京。这个人呢，就是习大大，习近平啊，就是中国啊。基本上他就跟什叶派的老大伊朗呢就和解了。这一和解不得了啦，连串反应啊。那沙烏地阿拉伯呢，那下一个要和解对象是谁？当然就是以色列啊。所以沙烏地阿拉伯呢，小萨勒曼呢就开始MBS 就开始跟以色列谈这个和谈进程啊，谈的呢是非常的有进度啊。可是问题就来了。以色列与此同时也开始膨胀起来了，因为他发现呢，美国啊比过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色列的存在。好，那这故事就回到我们刚才开端的那一位纳坦雅胡总统是个很右翼的，他跟川普啊这哥俩好一对宝啊，但是他发现呢，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啊，事实上都非常需要以色列在中东的位置。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原因很简单，因为俄乌战争开打了。你说俄乌战争开打了，为什么会需要以色列的资源？这就你需要有一个宏观的视角。因为呢，美国 COVID-19 2020年开始到现在所造成的经济动荡始终无法停下来。最大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美国的经济更加脱实向虚啊，也就是美国本来工业化就已经在虚弱了。这个新冠疫情一来印了更多的钱，把股票炒得老高。通膨什么的一大堆，但问题就是实际的产业却完全跟不上它的金融膨胀的速度，这也造成美国呢在全世界上开始重新采取了收缩策略。所以近年来你可以看到美国在全世界上各地在撤兵啊，比如说从阿富汗撤退，从叙利亚部分撤退，从这个东亚呢给予日本跟韩国更大的权力，它呢渐次的从琉球要撤到哪里？要撤到关岛，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诸如此类的做法非常多，包括在中东的战略后撤。那可是呢，又爆发了俄乌战争。这个战略后撤遇上俄乌战争，要怎么办呢？他就必须要更多的盟友来支持，而这个盟友来支持，每个地方要找一个支柱嘛。那当然，沙烏地阿拉伯这几年跟中国眉来眼去再加上美国因为没钱，所以呢，从川普时代开始呢，就疯狂的生产石油来补美国的经济的缺口。美国竟然呢，从一个工业生产大国变成一个能源输出大国美国甚至呢，从世界上石油进口最多的国家，一个翻转变成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输出的国家。本来呢，
它是跟世界上买最多油了，甚至美国超过了俄罗斯，超过了沙烏地阿拉伯，变成世界最大的石油产这光在2015年就这样了啊。好，对，但跟页岩油革命也有关系啦。那但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没钱的嘛，美国需要更多的钱嘛。那需要更多的钱呢？那这个问题就是呢，你就怎样？你就跟沙烏地阿拉伯断开灵魂的锁链，经济上的牵连。这个时候，世界2大的石油需求国叫做中国啊，中国现在应该是第1大了啊，就变成沙烏地阿拉伯的最大买家之一了。这就改变了世界最大的格局。但是美国又在战略后撤啊，又要打俄乌战争啊，那所以得把全世界上很多地方找一个支柱性的盟友啊，在印太地区，他想找印度，但印度很不听话嘛。亚洲地区呢，就是日本跟韩国。然后呢，在中东地区呢，惨了，美国把这个地方所有的国家都得罪了个遍。那要么呢，就是他扶起来的政权呢，就是支持不起来。例如说阿富汗，他想把阿富汗给扶持起来，结果阿富汗没想到打了半天之后呢，塔利班又回去了。伊拉克打了半天之后呢，伊拉克现在这个政府啊，也不听美国的话。更好笑的是，其实以前伊拉克政府的海山大陆翻作叫做胡塞因哈山，是不是？萨达姆我们台湾叫翻作海山哦。这个海山呢，它还是少数派，它还比较需要国际的资源。现在美国扶了这个伊拉克政府呢，它本身是什叶派，大家知道，阿拉伯人里面信仰什叶派的最主要就几乎都集中在伊拉克，占了大多数大头。结果现在这个它是多数政权，它会很稳固，你知道吗？虽然不稳定，但是稳固因为它是多数派执政。那惨了，那本来想找土耳其呢，但土耳其这个家伙手鼠两端而且出了一个爱苏丹那也搞不定啊。那气死人了，只能怎样？还是回到传统盟友的怀抱。好，所以呢，就只能更加的倚重这个以色列啊。那但是主要的资源都丢在乌克兰，这也就造成了纳坦雅胡他飘了。为什么？纳坦雅胡我一开始就讲，严重的贪腐使得华盛顿对他的信任点是越来越低啊。另外呢，不断的又请又议那美国犹太人呢，大部分呢支持民主党的为多嘛。但是呢，因为拜登的全球战略的一个转弯不支持他。你问 Ross 就知道 ，Ross 绝对不支持纳坦雅胡纳坦雅胡太右了，但是在美国的以色列人主要是左派的，他是支持民主党的，所以民主党呢跟纳坦雅胡也不好。所以这就造成纳坦雅胡上次挥鼻子吐点金的就下台了。但是呢，纳坦雅胡呢，他毕竟跟极右派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他又再次回来。这次再回来，他发现拜登改变了态度咯，哎呀，不太一样咯。为什么呢？因为呢，拜登这一次竟然不反对我，而且还跟我有来有去，甚至呢还交给我一些重责大任，让我以色列呢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来牵制伊朗。哎呀，飘了，真的飘了！这个人就腐败了嘛，腐败堕败了嘛，他的家族贪腐丑闻就简直一箩筐。但是呢，他想出了一招非常屌的招式，现在法律正在追查纳坦雅胡的罪行。那怎么办呢？大部分的人要躲避司法的追查，对不对？要无怪乎几种嘛，要么就是认罪协商嘛，对吧？要不然就是以拖代辩嘛，再不然呢，就是想办法把司法体系的人换成自己人。但纳坦雅胡这几招他通通不用，他就偏偏来了一个昏招。什么昏招呢？老子就直接接管司法体系了，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没有办法这个纳坦雅胡呢的贪腐如此严重，我接管，所以我要发起司法改革。司法改革的方法就是我用总理的权力，我来控制司法体系。就连右派很多都不支持他但整体来讲，美国的官方并没有反对我，所以他前阵子就在联合国大会里面呢就飘了。他要把中东转换成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同时呢，他拿了一张地图，就是把这些地区呢，甚至包括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你这里看就知道了这一块叫戈兰高地通通涂成同样的一个颜色，大以色列产生了。那这个也就给了整个哈马斯一个非常重要的借口，因为哈马斯本来就已经在担心了，哇，要是不小心沙烏地阿拉伯真的跟以色列和谈，那我岂不完蛋？以色列接下来如果继续的剥夺，如果把这个屯垦区的这样的策略也拿进来的话，
那下一步不就我也要再见拜拜完蛋了吗？而与此同时呢，哈马斯还糗见了一个世界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国会啊正在动荡，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前国会众议长麦卡锡啊，那麦卡锡下台，简单来讲就是麦卡锡当初太想当议长了，埋了一个大祸根啊，他同意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发起罢免议长投票。第二，只要简单多数，也就是过50%的议员就可以罢免他。这也造就了所谓这个共和党的极右派对他的不满，再加上民主党的这个反对啊，就直接就让他下台了。而里面的当中关键就是美国要不要继续金援乌克兰，因为美国共和党现在对乌克兰的腐败非常反感。1945年的时候，美国也对蒋介石的腐败非常反感呐。当美国不想金援的时候，你的腐败就必须被看见。那这个时候发生一个问题，我刚才讲美国在全球战略后撤嘛，那本来呢对于纳坦雅胡其实是很不满意的，但纳坦雅胡呢那么贪污腐败的家伙，本来美国就说你贪污腐败，我不要那么支持你了。可是没办法，美国得支持乌克兰，共和党不想支持乌克兰。那拜登怎么办呢？拜登只好调集全世界上他的库存，那所以他就戒掉了哪里的库存呢？反正呢，现在沙地阿拉伯啊跟以色列的和解进程呢推展的不错哦，因为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包括约旦啊、阿联酋啊、巴林啊这些国家，其实都已经陆陆续续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什么关系正常化？就是建立邦交关系啊。那沙地也在谈，而且 MBS 在前阵子的时候还对媒体透露说啊，我们谈的其实还不错哦，剩下一些关键问题啊就差不多了。那我觉得这也是 MBS 的失误啦，MBS 终究还是比较年轻啊，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哦还要再加强一点点哦，他还是不够了解。你以为别人是吃素的吗？哈马斯知道了，非常的紧绷，就已经调集了军火准备发动，差一个借口，一个借口是纳坦雅胡创造的，就纳坦雅胡秀出了那张地图就是把所有的巴勒斯坦土地都划归到以色列的名下，甚至连叙利亚的戈兰高地都划进去。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在满世界调军武要支援乌克兰，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俄罗斯公布了一个他最新的下一年度的军事的总预算，竟然编了将近6%的预算要来强化他的军事，而且俄罗斯现在的军工产业已经开始几乎是全开的状况。还有一个重点这大家都没有想到的问题，乌克兰呢在想说即将进入冬天那已经秋天了，就翻江期，现在已经进入所谓的翻江期，应该俄罗斯的攻势会稍歇。结果没想到最近俄罗斯呢越打越凶基本上呢在北边这一线这里有一条这条叫做奥斯基河这条奥斯基河呢是目前两军对垒的前线那这个奥斯基河这边呢，目前俄军加强对奥斯基河的东岸这一块这个尤其是以这个基夫沙里夫卡这一块库普扬斯克这一带进行了强烈的猛攻所以当然那个攻击也不是说真正强烈猛攻，就加强了攻势山雨欲来的样子。那乌克兰官方已经多次发布了，俄军可能会从北线战场就是我刚才讲的这里这里有一条奥斯基河这里从这个奥斯基河这边呢，可能会来发动一定程度的强攻。所以呢，乌克兰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更多的军火来支援。但是好死不死是美国国会现在正在吵架，新的钱也拨不下来，所以叫做满世界调军火去给乌克兰所以以色列呢，美国寄放在以色列这些军火呢就被都调走了。现在以色列又在这个刚好又是叫做希赫拉托节是犹太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庆，在这一天呢，大家呢都会集体的过节啥事都不会干，就会休息这样子好，那结果呢，哈马斯就发动了这一次的攻击那这里要讲一下哈马斯的定义2015年开始呢，美国就把哈马斯定义成为恐怖组织但是哈马斯始终给自己的定义是，它就是代表巴勒斯坦的合法政府请记得这件事，这两个定义不一样如果今天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他对以色列发动的任何攻击、武装性的攻击，通通都是恐怖攻击、恐怖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全世界上人人得以诛之，因为世界对于恐怖攻击是零容忍的。但如果哈马斯他强调自己的定义，他是一个政府，
如果它是一个政府，那它对以色列的攻击其实就是一个开战。那开战的状况之下，全世界的各个国家，你可以选择3种态度：一，站在其中一边，你要站在以色列这一边，还是站在巴勒斯坦这边；二，保持中立；三，对，实际加入战争。你大家可以有这3个选择了啊。那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了解，就是说，他真的趁这个节日发动这个攻击，其实这是一个，当然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了哈。不过这就属于两边认定的差异。以色列当然是跟美国站在同一线，他是认定哈马斯就是个恐怖组织。那哈马斯的激进跟我们刚刚讲的法塔赫的这个这赎罪日的哈，所以有人称这一次叫做第2次赎罪日战争嘛，因为上次也有这个赎罪日的哈。OK， 哈马斯他的激进在哪里？他的激进就是他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两边就是一个极端对极端的一个做法嘛，他也不承认哈马斯的合法性，就是这样。那我想这一次的战争这个窗口是非常明确的，因为美国呢调走了这一些军火，以色列呢认为他正在跟沙烏地阿拉伯和谈，但是以色列忽略了一个问题啊，哈马斯背后的主要支持者其实并不是沙烏地阿拉伯，其实是伊朗。可能也有，所以现在就衍生出很多问题啊。很多人是说，会不会是纳坦雅胡的一个阴谋？也就是我故意装傻，然后呢发动之后呢，接下来开战我就变成民族英雄，我就稳了。但是我想以杀戮之重啊，这么的惨烈的状况之下，我认为不会是，就像这个其实就跟珍珠港的阴谋论是一样的啦。我不认为这个会是一个这样的做法。更大的结果是，我是觉得纳坦雅胡飘了。另外也是因为纳坦雅胡的一个腐败啦，那他的整个国内的政情其实是相对是不稳定的。那国内政情的不稳定，事实上也会导致整个政府的一个团结性的下降。那团结性的下降也会直接就导致整个政府的这个行政效率的低下。那行政效率低下，有一个东西它是非常敏感、非常极端仰赖这个团结跟忠诚的，那也就是特务组织啊。那特务组织呢，就我们很清楚人知道，就是以色列叫做摩萨德嘛，摩萨德的整个的这个运作的效能是不是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呢？我相信是有的啊。所以